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首先这条是，戴尔科技公司已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赢家，受到投资者的青睐，其股价上涨 134%。该公司的个人电脑和服务器被优化为人工智能，预计将继续提振股价，因为人工智能促进了其服务器的巨大需求。接下来这条，美国一季度经济增长低于预期，年化增长率为 1.3%， 主要原因是消费者支出下调。尽管如此，多数预测者认为这并非经济趋势转变，预计2季度仍将保持较快增长。接下来这条，白宫发布备忘录，将特朗普减税政策与通胀联系起来，作为竞选议程，如果执行，将会引发通货膨胀炸弹，增加中产阶级家庭的成本。共和党则警告可能出现的经济动荡，并要求延长减税政策，甚至探索新的减税措施。下一条，美国新增失业救济申请人数小幅上升，但强劲的基本面表明劳动力市场依然稳健，将继续支持经济。让我们关注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CEO David Zaslav 依赖其他体育资产，因为公司仍面临失去 NBA 重要媒体权利协议的风险。公司在美国获得了 NHL 比赛、纳斯卡比赛和大学橄榄球的播放权，并赢得了欧洲的奥运会报道。NBA 目前与华纳兄弟、TNT 网络和迪士尼 ESPN 的合同将在下赛季末到期。WBD 可能失去部分比赛媒体权利给康卡斯特的 NBC Universal。接下来，马斯克同意接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他的推特收购调查的质询，以解决他与监管机构的法律纠纷。接下来，标普全球因司法部对 Live Nation Entertainment LYV 提起反垄断诉讼，周四将该公司的前景评级下调至负面。接下来这条，百思买业绩喜忧参半，调整后每股收益超预期，但净销售额逊于预期，消费者需求下降，导致总销售额下降 6.3%， 其中家电、娱乐和消费电子下滑显著。公司服务业务利润率提升，但在线销售额下降 6.1%。 下面这条，美国银行第2季度投资银行费用预计将较去年同期增长 10% 至 15%， 交易收入也将增长低个位数百分比。由于股市处于历史高位附近，企业客户适应更长时间的高利率。华尔街高管表示，他们终于看到投资银行业务全面回升的迹象。接下来这条，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表示，预计通胀将在今年下半年再次下降，并再次强调央行在通胀方面取得进一步进展之前不会降息。接下来这条，30年固定利率抵押贷款平均利率攀升至 7%， 自4月中旬以来一直保持在 7% 以上。美联储官员表示，只有通胀进一步放缓才会微调基准利率，若数据令人失望，可能加息。抵押贷款利率上升立即影响了对融资成本敏感的购房者，阻碍了本已困难的市场中的购房活动。让我们关注美国国税局在12个州试行免费电子报税系统后，计划将其永久化，并要求所有州在2025年通过该系统帮助纳税人报税。让我们关注波音向联邦航空管理局提交报告，旨在防止飞机从工厂出厂时存在安全问题。FAA 已增派检查员到波音737 MAX 制造工厂加强监管。波音也已实施部分报告中的更改措施，如全场停产会议、增加培训时间和招聘新员工等。让我们关注西捷航空 Encore 分公司与飞行员工会达成新合同的初步协议，避免了加拿大地区航空公司的罢工。最后为您播报的是，美股周四继续下跌，因对长期利率上升和 Salesforce 抛售的担忧抑制了投资者情绪。道指下跌近 0.9%， 标普500指数下跌 0.6%， 科技股为主的纳指指数下跌约 1%。 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